12月3号到5号，2023从都国际论坛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以多边主义、更多交流、更多包容、更多合作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130多位政界、学界和商界等领域的嘉宾参加论坛，其中包括30多位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6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外交使节。4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2023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论坛首先宣读了习近平主席贺信。习近平指出，从都国际论坛自创办以来，汇聚全球有识之士，深入探讨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文化交流互鉴的诸多议题，为推动国际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人类社会必须团结起来，坚持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希望各位嘉宾集思广益，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声鼓劲，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多边主义的要义，为我们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指明了方向。当前形势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一要在求同存异前提下和平共处，在平等交流过程中融合发展，在相互借鉴基础上共同进步。二要在协商共识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借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三要坚持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做大互利合作蛋糕，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动能。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更是实践派。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坚定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愿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缔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2023从都国际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澳中友协、广东省人民政府及世界领袖联盟共同主办。论坛旨在深入探讨世界和平、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等各领域的重要议题，推动区域和全球合作，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流的新型高端平台。外界注意到，从都国际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累计邀请200多位国际资深政要和600多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商界领袖参与，其中就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拉脱维亚前总统瓦伊拉维凯弗莱贝加、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等。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也代表论坛逐年提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4号上午，在2023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上，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主席达尼洛·图尔克在致辞中再次强调了各国团结一心应对国际性挑战的重要性。图尔克会后在接受深圳卫视独家采访时也表示，期待中方在此期间扮演关键角色。Well, I think that the loss of confidence is fairly general. And it's particularly intense in the global south, because the global south has suffered, especially during COVID period. It would be important to reform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China can lead these efforts, and China is doing much already in that regard. But China is not alone. I mean, this must be supported by many other countries. 拉脱维亚前总统尼扎米甘加维国际中心共同主席、世界领袖联盟前主席瓦伊拉维凯弗莱贝加则指出，
每个国家都是独立主权国家，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都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多边主义正面临着诸多挑战，而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实现对于任意主权国家的尊重。President Xi Jinping, with his initiatives, starting with the Belt and Road, where he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and partners, with the projects and the concepts that he has been proposing since, will contribute to guaranteeing a world where multilateralism exists in reality and in practice is applied. 澳中友好交流协会会长、世界领袖联盟亚太区主席尼扎米甘加维、国际中心全球联合主席周泽荣则表示，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全球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是跨国企业的投资沃土。今年的从都国际论坛是从都朋友圈在疫情后的首次面对面会见。期待各位有识之士围绕论坛主题、议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更多智慧。时隔2年，从都国际论坛再次拉开帷幕。这是1周内在广州举办的第3场国际性会议，吸引了全球关注的目光。那么我在现场注意到，不仅是参会的重磅嘉宾人数多，外媒记者较往年也更为活跃。他们踊跃拍摄打卡 Vlog， 积极地采访中外嘉宾对于广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印象和感受，以从都为基点，向世界展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多边主义，更多交流，更多包容，更多合作。这也是从都国际论坛连续第3次重点聚焦多边主义。此前2届分别围绕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多边主义2.0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为什么在今年特别强调交流、包容和合作这3个关键词呢？我想许多致辞的嘉宾都在演讲中给出了答案。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加剧，多重危机之下，信心不足成为了普遍现象。关键时刻更需通过坦诚的交流来顺畅对话，而从都国际论坛就为各方增进彼此了解提供了一个绝佳平台。除上午的开幕式，本届论坛4号还举行1场闭门会议、1场大会讨论、6场平行论坛、1场主题晚宴、1场主题午餐会、1场主题展览，共10多场活动。围绕全球战略稳定、推动经济复苏与全球合作等7大议题进行深入探讨。玻利维亚前总统豪尔赫·基罗加作为分享嘉宾，参加了全球性挑战与应对平行论坛的讨论。他直言，现在摆在人类面前的挑战清单足足有一长串，从移民问题到乌克兰危机，再到中东问题、气候变化等，哪一个都不容忽视。What I try to bring to the event is the perspective of South America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with China and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e have, specifically on trade and lithium and digital technology. On trade, because South America is very frustrating to se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pen for trade business. They have become very protectionist.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原主任、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向深圳卫视表示，本届从都国际论坛的主题贴合当前国际局势，恰逢其时。在单边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向来主张多边主义的中国，通过在从都论坛这样一个多边交流的场合，对外宣示反对单边主义、反对两极化、阵营化，再合适不过。这个中国呢，不管是那个学界、知识界，要更多的看到，要更多的理解及了解中国，它的对外政策是跟全世界的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次呢，这个会议当中，尤其是很多外国前首脑、外国学者的很多观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关系部主任安德烈·切维廖夫已经是从都国际论坛的老朋友。他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与2019年相比，他认为今年的论坛不论是规模还是内容上都更加进步。切维廖夫感慨，多亏了中国从都国际论坛这样的宝贵平台才能建立。So I think that here, and we will discuss als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e mentioned a lot of times here the tasks and challenges which are posed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 would say that China is one of the leaders in this world to fulfill, to implement the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o I think that we are in a right place in a right moment. 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王先生您好。12月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3从都国际论坛致贺信，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2023从都国际论坛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地方？我觉得今天这场这个从都论坛的开幕式啊，给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从都论坛了，但是相比于过去呢，我觉得今年的从都论坛的这个开幕式啊，大概有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吧。第一个呢，就是来的这个前政要啊和相关的层级呢，我觉得也是多年来最为这个巨大的这个来，而且所有的政要啊都渴望于线下和中国人沟通和交流。我有些政要我非常熟，所以在茶歇的时候啊，见到的时候都特别的热情。第二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参会的外国嘉宾呢，都对中国仍然高举多边主义的这个旗帜印象非常深刻，纷纷点赞，认为在当下全球局势恶化的背景下，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这个战略的毅力一直高举多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强国、全球大国的一种责任感。那么第三呢，就是习主席的这个贺信呢，里面一些关键词合作包容交流开放等等，这些关键词是习主席一直在提倡，一直在中国推动着中国跟世界不断的融合和发展的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些关键词呢，也让我所沟通过的交流过的边上这些外国的这个朋友们也印象非常的深刻，让他们呢更加感受到中国希望能够更长久的融入到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诚意和战略的这种持久度。因为现在坦率讲世界上很多人都对未来越来越没有信心。那么中国呢，如此坚定地站在多边主义、站在合作、包容、开放的这个历史的最前沿给予世界以更多的信心，给予世界呢以更多的这个向往更美好的未来的这样的勇气。这一次的论坛主题是围绕多边主义，另外在多场平行会议当中，也是围绕很多个针对现在当下热点话题进行讨论。那么您觉得这些讨论对于当今局势有哪些助力或者说正向作用呢？我觉得类似这样的讨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正如每一个观众都所知道的，现在的这个国际舆论圈是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白热化的竞争和博弈中。那么西方呢，有一些势力，有一些智库政客媒体他们不断的想要歪曲化世界未来发展的这个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中国举办论坛，一方面是在不断的重申和扩大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话语，另外一方面更重要就是主动有为的去争夺中国话语权在世界的地位，不要让那些这个消极的去全球化的对世界未来发展不利的那些言论思想思潮去影响未来的发展。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策略下呢，我觉得中国的话语、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有助于在世界的这个舆论圈呢更加的正本清源，让世界重新对未来燃起希望。我觉得也会对这个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社会的发展全球的这个进步会输入更多的这个动能。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第5届世界媒体峰会，2023从都国际论坛连续3场国际会议都在广东上演。那么这些国际会议为什么会选择广东？您觉得广东有什么优势？我觉得这至少3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呢，就是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它所释放出来的魅力说要到广州来，要到深圳来，要到广东的任何一个地方去，我相信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有兴趣，所以广东本身就有这样的对世界的吸引力。第二呢，就是广东非常适宜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也非常适合于开会，所以从某种层面上来，至少可以说广东是12月份中国的会都啊。没有中国很少有一个城市像12月份像在广东这么适合于开这样重大的论坛。第三呢，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广东啊，它可以展示的东西特别多，不仅仅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它的成果，还有人文环境它的内涵。所以呢，我自己认识的很多这个外国的朋友啊，当他们在广州啊、在深圳啊，以及在其他地方来这个开这些会呀，我觉得他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我觉得广东啊，不仅仅是中国的广东，更是世界的广东。南部战区新发言人4号就美舰擅闯中国南沙仁爱礁邻近海域发表谈话，指战区组织海上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擅闯南海的吉福兹号是一艘滨海战斗舰，而该类舰艇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失败项目。近年来面临低龄退役尴尬处境的滨海战斗舰，为何近来频繁现身南海？背后有何动机？来看看报道。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12月4号，美吉福兹号滨海战斗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上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发言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海军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辩称，该行为符合国际法。吉福兹号是在南海所谓国际水域进行例行作业，美国第7舰队每天都在该海域执行任务，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对此，田军礼大校指出，美蓄意搅局南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充分说明美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近2周来美舰第2次擅闯中国南海海域。此前，在11月25号，美霍珀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外界有观察指出，华盛顿方面近期在南海方向的动作频频，显露出其急于安抚菲律宾等亚洲盟友的心态，同时意在试探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红线，这无疑给中美两军恢复沟通制造了阻碍。美国还是希望拉更多的区域内的合作伙伴来一起对抗中国。菲律宾它地理位置非常之好啊，它无论是对南海还是对这个台海呢，在地理上都相对比较接近，而且呢，这个如果是驻军的话呢，会有比较好的这个驻军条件。再有一点呢，就是说菲律宾它也本身呢，这个也是美国经营这么多年，有比较强的这种亲美倾向啊，包括在南海问题上呢，跟咱们也是有着比较大的争端。再有一点补充的呢，就是说，菲律宾本身呢，它实力也比较弱，就是说它单独对抗中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它必须得拉域外的国家进来，那这也就给了美国的可乘之机。而吉福兹号也不是近期第一次现身南海。上月21号，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为期3天的海空联合巡逻，其中就包括隶属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吉福兹号。美军滨海战斗舰诞生于21世纪初，计划取代传统的护卫舰、扫雷舰、巡逻舰等近海型作战单位，主要有3体船设计的独立级和单体船的自由级2种型号。此次搅局南海的吉福兹号是属于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为铝合金复合型高性能3体舰，长127.6米，排水量2784吨，由一个瘦长的中央船体和2个狭长的约主船体长度一半的侧体组合而成。
这种船体不仅能减少波浪对船首的撞击，降低兴波阻力，而且使舰船的纵向稳定性和推进效率均得到很大提高。另外，由于独立级的动力系统是4台柴燃联合的喷水推进装置，这使其推进效率进一步提高，最高航速可以达到50节以上。独立级滨海战斗舰装备了一门57毫米隐形舰炮系统，在直升机机库上方装备了2门30毫米舰炮和一套拉姆反舰导弹防御系统。在滨海战区，特别是充满着杂波干扰的地区，具有巨大的优势。独立级还配备 Mk48通用型垂直发射系统，能发射北约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和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此外，独立级还可以根据任务需求加装反舰导弹。自研发之初，滨海战斗舰就凭借其更快的巡航速度以及更适合在近海沿岸与前海区作战的轻量化隐身设计，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搅局南海的利器。2016年10月，科罗纳多号滨海战斗舰就首次部署到亚太地区，进驻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此后，美国以为印太战略护航为由，部署更多滨海战斗舰至亚太地区。在一段时间的部署使用后，滨海战斗舰偏科的设计逐渐暴露出问题，看似设计超前，实际使用却不靠谱。其中设计之初引以为豪的任务模块系统，虽然令该舰型可涵盖水面战、反水雷和反潜战模块，但故障不断且切换时间慢等问题令美军十分头疼。另外，舰装小炮火力不足，传动系统容易出现故障，采购和使用成本过高等问题也阴魂不散。加上一艘滨海战斗舰实际造价超5亿美元，年均维护成本超过7000万美元，一度被美媒称为美国海军有史以来最失败的项目。尽管美军对已服役的滨海战斗舰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包括加装可发射战斧的远程导弹发射器等，但美军方高层也逐渐意识到，该类舰型已不适应当前的大国竞争战略需求。这样的一个设计原本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创新的一个概念，就是那我要执行什么任务我就改装嘛，那其实我都用同一艘船。可是后来就是实务上来讲，却发生不是那么回事。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那些模组化套件，不像原本讲很快我就可以改装完成，我要花一段时间，那变成我的船就要停在港口内不能用。那第二个就是它强调的是自动化，所以它其实编制的人员是很少，大概是100人以内。我觉得让美国海军变成说，他觉得变成是我每一种任务好像都可以执行，可是它每一种任务都没有办法执行得很好。那再加上我觉得是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环境的改变，让他变成说，他认为，滨海战斗其实没有办法满足他的作战需求。今年6月，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以滨海战斗舰项目已经不符合美国现行的军事战略为由，放行了海军退役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的提案。自此，在美军平均服役年限不足10年的滨海战斗舰进入退役封存阶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关预算的遗留问题，美军没有立刻停止滨海战斗舰的建造，而是进入一边建造、一边入列服役、一边改造、一边退役、一边外销出售的奇怪场面。美军吉福斯号滨海战斗舰周一强闯仁爱礁邻近海域，南部战区组织海上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战区发言人严厉谴责美方蓄意搅局南海。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正如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大校他所严正警告的，美方的最新动作呢，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安全，是对南海的蓄意搅局。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方这样一种恶意搅局近来有加剧升级的危险势头。美军刚刚和菲律宾进行了为期3天的海空联合巡航，那么10天前也曾经以一艘导弹驱逐舰未经中方批准来擅闯我国的西沙领海。那么这一次呢，它的挑衅地点更加敏感，仁爱礁正是菲方的这个旧军舰坐滩闹剧的上演地。那么今年以来，菲方的船舰已经发生多次和中方船舰的海上碰撞与争执，所以呢，美军滨海舰此时现身，也是在为菲方在做站台背书。事实上呢，菲律宾这段时间爆发所谓的南海多动症，各种异动不断，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出于域外势力的怂恿与推动。那么接下来在仁爱礁的海域，围绕那一艘坐滩的这个破军舰，
菲方会不会再有后续的挑衅，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同样呢，可以确认，不管菲方挖空心思再演什么挑衅的闹剧，也不管域外国家如何来蓄意搅局、恶意推动，那么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动权与掌控权一定是牢牢握在中方手中。那么这从美舰屡闯南海相关海域，屡遭中方舰船全程跟监警戒、警告驱离，就可以得到细节上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法国外长科隆纳也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发言称，世界不需要新的危机，中方应该重新考虑在南海的所谓强硬行为。法国外长的逻辑显然是在倒果为因，也是明显的站队行径。世界不需要新危机，但是美军一再的挑衅行动，不正是刻意搅局在先吗？不正是在埋下所谓危机制造的种子吗？须知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中当面所告诫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所以现在尤其应该关切的是，对于南海的蓄意搅局与外部干预，在一些域外国家会不会形成所谓的合龙之势？这呢，绝不是规避潜在危机的建设性的方法。美国政客新闻网近日引述五角大楼一份尚未公布的文件草案，炒作称，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工业强国，美国军工业正在吃力地追赶中国的步伐。此外，美英澳三国防长1号与美国硅谷举行会议，讨论在前沿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开发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以加强反潜作战能力等。美军参联会主席查尔斯·布朗2号表示，美国仍在等待中方回应关于恢复两国军方高层交流的请求。美方一边在军事领域频繁设置议程对华施压，一面又希望就此与中方恢复军事对话，是否仍未摆正心态？来看看报道。政客新闻网2号披露了一份标注日期为11月27号的美国国防部国防工业战略草案。报道称，该文件旨在全面审视五角大楼需求，以便挖掘小型科技公司的专业技术，同时为传统军火商的武器弹药研发提供资金和支持。该文件指出，美国有能力制造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以美国军工业目前的能力，并不能满足全球军事生产的需求，无论是在武器弹药的生产速度还是规模上。文件进一步渲染称，中国在过去30年内崛起，成为造船、关键矿产和微电子领域的全球工业强国，不仅大大超过了美国的生产能力，还超过了美国主要欧洲和亚洲盟国的总和。文件强调，美国军工业正在吃力地追赶中国的步伐，而这种不匹配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战略风险。文件由此呼吁美各方团结起来，集中精力，以确保美军有足够的物资和技术威慑潜在对手。报道还援引部分看过该草案的专家称，文件中并未对困扰美国国防工业的供应链问题提出长期解决方案，令人失望。其实它的根本目的一个就是要钱，就是说我需要更多的经费，去推动这个军火的生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是给这个企业方施加压力，就是说，那现在到了大竞争时期了，你就得开始扩张了。这个过去的产业的这个政策可能不符合现在的情况了，那么所以说也是给这个企业提醒，再有一点呢，就是给国会提醒，就是说要求国会对产业政策可能做一些调整，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这个陆续我们都会看到后续的动作。据报道，这份国防工业战略预计将由美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的副部长威廉·拉普兰特在未来几周内正式发布。拉普兰特3号在美国加州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表示，该战略将作为与军工业界伙伴合作的指导原则来执行。他强调，企业要想扩大产能，就需要美国国防部明确未来的采购需求，以便他们投资新工厂和研发方向。Number one, we in the government have to show them that we're committed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it in a sustained manner, even with funding. We have to have the conversations together.about what you're putting in for CapEx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will then put in. We have to show that we're going to do production and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it. We're not just going to take it to a prototype, and so it's worth your while.
外界注意到，明里暗里将中国渲染成所谓主要挑战和唯一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且愈发有能力这样做的竞争者，借此争取资金支持是五角大楼的惯常做法。面对美军方的炒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此前曾回应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中国军队的发展目的是遏制战争威胁，保卫自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既正当合法又合理适度。在渲染中国军力已获得更多资金支持的同时，美国也正力争在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高科技军备竞赛中保持领先的速度和反应能力。当地时间1号，美、英、澳3国防长在美国加州召开会议，就进一步推进奥库斯合作进行讨论。3国宣布将在深空雷达、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系统等前沿科技领域推进合作，以增强各自武装力量，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威胁。针对所谓海上威胁，3国防长当天还宣布启动一项无人海上防御系统联合实验计划。根据计划，美海军将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快速处理美英澳水下设备收集的声纳数据，加强反潜作战能力。据一名美国高级安全官员透露，该算法还将用于处理和共享 P8A 反潜巡逻机搜集到的大量数据。彭博社报道指，这项技术将让美英澳更快更准地追踪中国潜艇。而美方不断设置议程施压中国，被外界认为是为了在恢复后的中美军事对话中寻求某种优势。美军参联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2号在里根国防论坛上就强调，美国仍在等待中方回应恢复两军高层沟通的请求，并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The opportunity to have dialogue, whether it's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or with our adversaries, are really important. I think with our adversaries, it's to prevent miscalculation. 布朗强调，展示军力正是为了确保和平。美军已为一切情况做好了准备，但也在努力避免冲突发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11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元首上月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双方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两国防务部门正就此保持着沟通协调。吴谦强调，中方重视中美两军关系，中国军队愿与美方一道，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交流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因为美国很重视这种就是说军事上的沟通，他在过去就中美关系比较差的时候也一直在提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美国方面对这个比较热切，但是毕竟动作方面也没有这么快。在就是说双方没有就其他的这个更大的战略问题产生新的分歧之前呢，我觉得还是会按照中美峰会的定下来的基调去走。只不过呢，双方可能存在时间差。有观察指，在中方就两军沟通释放诚意和善意之际，美方却仍在频繁就军力等议题进行议程设置、对话施压，还将沟通受阻的锅继续往中国身上甩。这种边干坏事边扮傻装委屈的套路，中国早就看透了。事实上，国防部发言人已多次重申，沟通不能没有原则，对话不能没有底线。美方指望一边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边与中国军队若无其事地开展交流，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美商务部长雷蒙多上周末出席加州里根防务论坛，无端指责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大威胁，扬言绝不能让中国在人工智能和芯片领域赶上美国。那么，雷蒙多为何此时再放狠话？这是雷蒙多，他作为美国商务部长首次参加以美国前总统里根命名举行的防务论坛。那么作为论坛的新人，雷蒙多确实是狠话不断，可谓是火力全开。里根防务论坛是美国本土举办的最大型，也是官员出席层级最高的年度战略安全与防务政策会议之一。那么美国防长奥斯汀就是上周六论坛的主旨发言者，那么这自然是很容易理解的演讲安排。但是呢，美国商务部长也来凑防务论坛的热闹，我想本身就已经很能
说明问题了，已经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那么它所印证强化的，也正是美国政府大力推进的所谓芯片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化、武器化的这种大的趋势。美国经济与安全防务政策愈加融合重叠的这种大趋势。用美国防务新闻的观察，那就是商务部与国防部正在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管理职能重叠。那么这实际上也正是近来美国舆论场上的一个热议的议程。从去年一本名为《芯片战》的行业书籍热销，乃至破圈形成所谓的话题效应，到4个多月前《纽约时报》刊发长文揭秘商务部直属13个局之一的这个工业安全局，它的标题直呼工业安全局是负责牵头推进的对华芯片封锁行动，这是所谓的战争行径 ，an act of war。美报就断言说，工业安全局它处在美国对华芯片战的最前沿，而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作战工具就是所谓持续扩大升级、大搞封堵遏制的实体清单。那么，主管该局的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叫博尔曼，他就声称，我们把100%的时间花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另外100%的时间花在中国上，还有100%的时间花在所谓的其他事务上。所以雷蒙多才会在里根防务论坛的这个讲话中强调说，我可能是第一位到会论坛的美国商务部长，但是呢，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位。了解到这些个背景，我们才会对雷蒙多为何此时再放狠话有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解与评估。那在您看来，雷蒙多此时再放狠话的盘算有哪些呢？对中美经贸关系会有实质影响吗？雷蒙多他的一个首要目标当然就是要钱，要为前面提到的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来追加预算。向媒体喊话3个100%的时间，他的潜台词很清楚，那就是呢，在所谓芯片战的领域，工业安全局是1个人在干3个人的活。雷蒙多讲话呢也是这个路数，他说工业安全局的350人的编制，1年2亿美元的预算，不过是美军几架战机的投入。那么如果芯片战、科技战是认真的，那就得加码给钱，才能够扩员增人，多拉清单。五角大楼预算规模是全球第一，既然商务部也越来越深度地切入到所谓的安全领域，它是不是也要分防务安全预算的一杯羹呢？但是这又会不会引爆和五角大楼的矛盾纷争呢？事实上，要钱是本届论坛的一个最大主题。五角大楼官员也在大喊收紧。美军的空军作战部长肯达尔在出席论坛分组讨论时呢，就公开吐槽，因为2024年新防务预算卡在国会山，空军的多个核心武备项目，包括高超音速的武器研发、伴飞协同 F-35战机作战的无人机 CCI 项目等等，现在呢都已经推进缓慢。肯达尔就警告说，不能够再浪费时间了。他当然也是拿中国作为标靶，声称这些都是所谓军纪经营中方的必杀技。那么这和雷蒙多大谈所谓中方最大安全威胁，这呢是一个路数。雷蒙多他的另一个目标当然是就美方所谓芯片围堵战略来再喊话、再确认。很显然，华为最新手机产品的发布对他呢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刺激。此前，雷蒙多在国会听证时就声称说对此感到沮丧。而在这次论坛和主持人对谈时呢，雷蒙多再度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华为突破性的手机就是在他访问中国期间发布的。雷蒙多说的再直白不过，高端芯片以及人工智能，这就是美方认定的关乎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美方小院高墙战略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松动，而且呢，他也警告，围堵遏制如果只是美方一国的行径，那么没有盟友伙伴的配合，还是会破功。所以美方对外裹挟施压还将会延续。从时间背景来看，2024已经触手可及了，美国大选年也将正式揭幕。不难预见，在选举政治攻击抹黑的权力扭曲场中，涉华议题它的危险操弄将会变本加厉，越发没有底线。在我看来，里根防务论坛的各种
涉华噪音就是一个强力的预警。据俄媒报道，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近期再爆猛料称，俄乌两国之间似乎已经开始了秘密的和谈。他还补充说，这次和谈的背后推动力并不是莫斯科或华盛顿，也不是基辅，而是领导双方战争的最高将领。赫什的爆料有几分可信度？在美西方军援乌克兰都陷入疲软之际，俄乌战事会否走向真正的和谈？来看看报道。据俄罗斯塔斯社、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独立新闻调查记者西摩·赫什1号在新闻内容创作平台订阅堆站上发布一篇名为《将军对将军》的文章，指出，欧洲已广泛在讨论俄乌和谈，但推动和谈者并非华盛顿或莫斯科，也不是美国总统拜登或俄罗斯总统普京，而是两国领导战斗的两位最高级将领，即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扎卢日内。赫什在今年2月曾爆料，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军人员主导的策划炸毁北溪天然气管线。如今，他爆料俄乌最高将领正进行秘密谈判，再次吸引全球目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韩克迪向深圳卫视分析认为，由俄乌双方最高将领来主导俄乌谈判的消息不太可靠。按照我们的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理解，两个国家其实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也比较成熟的文官体制，就是军队将领完全受文职领导人控制。所以如果两个国家，俄乌两国要进行和平谈判，我觉得只会委派外交部门或者情报部门去进行谈判或者接触，不太可能安排军事将领去进行接触。军事将领的这个责任就是打仗，所以我觉得像格拉西莫夫和扎卢日内这两个军事将领私下接触谈判的这种消息，可能是不真实的。赫什还补充说，双方磋商了和平条件，可能的方案包括乌方可以加入北约，但北约承诺不得在乌境内部署部队和进攻性武器，而交换条件是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以及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占领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的部分领土。赫什称，美国白宫坚决反对这一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反对。他认为乌克兰应该战斗到底。不过，赫什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泽连斯基被告知问题不是由他来解决，而是由军方来解决，因此无论有没有他，谈判都将继续。无论是普京还是泽连斯基，都不可能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我觉得俄乌两国要达成一个长期的、公开的、正式的这种官方协议，说要俄罗斯承认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要乌克兰放弃乌克兰东南部的5个州，包括克里米亚，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在现在这种条件下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双方在战场上进行战斗，打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倒是有可能达成一个短期的、暂时的、临时性的这种停战协定，这个是可能的。尽管赫什的最新爆料尚未得到更多官方信源确认，但外界观察指出，该报道其实凸显了当前乌克兰内部的矛盾。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乌总统泽连斯基和现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之间的矛盾近日愈演愈烈。两人分歧主要源于对大反攻的军事观点和预期存在重大分歧。扎卢日内11月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访问时公开承认俄乌战事陷入僵局，引起泽连斯基不满。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公开谴责扎卢日内相关言论，称其说法引发西方盟友恐慌。《纽约时报》称，泽连斯基办公室的表态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公开斥责，标志着在乌克兰本已充满挑战的时刻，军方和文职领导层之间正在出现裂痕。随着乌克兰内部矛盾的公开化，外界有传言扎卢日内将取代泽连斯基。而此前乌克兰一项民调显示，82%受访者支持扎卢日内，胜过泽连斯基10个百分点。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就站在了扎卢日内一边。他日前在接受瑞士20分钟日报网站采访时说，
他说的是实话，有些人不想听实话，但毕竟他是负责任的，说明了今天的情况是怎样的。克里奇科在采访中还非常明确地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犯了错。他呼吁最高层更坦诚地说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的真实处境。而另一方面，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已经疲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号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无法满足乌克兰的弹药需求。他还称要为来自乌克兰的坏消息做好准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近日也承认，美国援乌面临资金困难，拜登政府用来支持乌克兰的资金只能坚持到今年年底，之后继续支持基辅将变得非常困难。自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基辅提供了超过7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但数周来，拜登政府一直试图推动美国会通过新的国家安全资助方案，但没有成功。该方案包括为乌克兰、以色列等提供大约1060亿美元的援助，但因为共和党人的反对，涉及援乌的方案至今未获通过。目前，美国国内对于在援乌问题上的一些争执和分歧，就造成了在援乌问题上，国会迟迟不做出决定，因为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但是总的来说，美国两党在援乌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比如援助的数量、援助的时机，还有呢援助的优先方向上，可能两党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分歧、一些争论，特别是面临明年的大选，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波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号在加州参加里根国防论坛时，依然重申了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抨击主张美国无需承担过多责任的论述，并呼吁透过预算补充援助乌克兰。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承认，拜登政府军援乌克兰的资金正变得非常困难。您对此如何看？我认为这些说法基本属实。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的确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与哈马斯突然之间爆发的冲突，削弱了美国军援乌克兰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内斗，尤其是新任保守派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上台之后，阻挡了拜登政府进一步军援乌克兰的法案。当然，更大的麻烦还在于，万一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卷土重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还有可能要彻底断炊。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拜登政府以及整个北约就要放弃乌克兰？以及乌克兰就要自暴自弃了呢？我认为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就乌克兰方面来说，国内的主流民意不仅并没有做好以土地换和平的心理准备，而且超过60%的民意仍然主张要收回乌东4州，甚至是克里米亚。同时，从战场态势上面来说，虽然乌军并没有在反攻行动中取得预想中的摧枯拉朽般的胜利，但是也不意味着反攻行动已经失败，只不过是进展比较缓慢而已。这些都意味着乌克兰不仅没有放弃，而且也不准备放弃。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虽然乌克兰打得很辛苦，同样俄罗斯也撑得异常艰难。总统普京最近签署命令，大幅扩充俄罗斯的武装部队，不仅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前的俄乌战事就是一台残酷的绞肉机，而且一再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的行为，也印证了俄罗斯真的不容易。那么其次，从美国与北约方面来说，他们也没有做好进一步放弃军援乌克兰的心理准备，因为不仅乌克兰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败，而且他们压根就输不起。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这背后还事关拜登总统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因为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是拜登极力主张的外交政策，一旦乌克兰战败，也就意味着拜登个人的失败，意味着拜登将会失去连任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拜登政府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示弱与哭穷，
实际上是在打悲情牌，也就是为了赢得美国民众的支持与同情，以向反对继续军援乌克兰的共和党施压，让他们早日通过新一轮高达600多亿美元的援乌法案。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在俄乌战事上，拜登政府还正在憋大招，让乌克兰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以为拜登与民主党的选情来冲洗助选。据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网站报道，此前曾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美国记者西摩赫什透露，由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扎卢日内正在秘密启动和平谈判。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实际上仅仅是一个为了博人眼球的谣言。假如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扎卢日内正在进行绝密谈判，美国记者西摩赫什是怎么知道的？消息来源又是什么？我之所以认为这则俄乌最高军事首长谈判的爆料非常荒谬，首先是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至少在表面上实行的都是西方的一套政治制度，即总统不仅掌握政治、经济与外交大权，而且是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专业军人不能干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职业军人或者说是军事指挥官的格拉西莫夫和扎卢日内，怎么可能越俎代庖，绕过甚至瞒着各自国家的总统，在前线进行秘密和谈？这种现象只有在这么几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会发生：一是乌克兰发生了军事政变，扎卢日内夺取了泽连斯基的权利，或者至少是架空了泽连斯基总统才会出现。可是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总统仍然好好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二是泽连斯基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和目前也没有看到这样一种迹象。第三就是扎卢日内私自通敌，可是这样一种行为啊，不仅是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就算是你谈出了结果，又怎么能够得到乌克兰国会与民众的认同？除此之外，这次传言还声称，格拉西莫夫与扎卢日内达成的和谈方案包括：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但北约承诺不得在乌境内部署部队和进攻性的武器，而交换条件是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以及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占领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的部分领土。那么这就更加荒谬了。假如北约承诺不得在乌境内部署部队和进攻性的武器，那乌克兰加入北约还有什么意义？和谈的结果是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实际占领的领土，这一条乌克兰的主流民意与国会会答应吗？明白了这几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次传言极有可能是俄乌之间打心理战和实施离间计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利用泽连斯基与扎卢日内之间的不和，来扰乱乌克兰的军心与民心。